大家好，我是 Dr. Lee 林佑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你或是你的亲爱的另一半或家人。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问我关于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和巧克力囊肿的问题。那在北美呢，我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像大家会问我说，中药可以吃吗？巧克力可以吃吗？咖啡戒不掉怎么办？那经痛可以吃鱼油吗？到底要怎么样才不会复发？那真的有成功案例吗？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请大家立即订阅影片并开启小铃铛哦。你的订阅和这个影片实质上有帮助到人们解除身上的疾病，是我继续做这个频道的原动力。的确，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疾病里面算难产的。那在目前的一般医疗体系里面呢，它不容易根治又容易复发。那对于想生育的女性呢，它真的是一个头号的大敌。我最近碰到的2个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个案呢，其中一位就是之前巧克力囊肿已经有动过手术了，但是呢又复发。那由于他有生育的打算，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卵巢组织进一步的受伤，因此呢他目前不想再动刀。他希望可以找到根治的方式。那另外一位呢，则是已经吃了快半年的中药，结果巧克力囊肿 size 反而变得更大。他很烦恼，怎么会这样子呢？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些问题分成5大重点，一一回答这些可能困扰大家很久的疑问。中药的四物汤可以吃吗？大家最常问我的就是，到底能不能喝四物汤？这个四物汤呢，其实是属于这个治疗血虚和活血的配方。它的意思就是说，它会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这个子宫肌瘤的患者，可能会导致经血量过大，失血太多而导致贫血。因此不建议大家自己随便乱抓中药材，或是吃到这个过度补气的药材配方，这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囊肿呢越长越大，身体越发炎越燥热。就像是前面我说的这个第2个案例一样，吃了中药，结果囊肿反而变大。其实每一种草药都有它的药性，在正确的辩证后使用，都可以达到效果。所以不是说不能吃中药，而是你有没有吃对这个方子、这个配方。其实不止中药，草药种在东方就叫做中药，草药种在西方就叫西方草药。总之不是草药无效，而是这个配方组合有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方子呢，这个配方有没有精准对应到你的体质？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怪对象哦。咖啡一下戒不掉怎么办？巧克力可以吃吗？我们在健康聊心事第16集的时候有聊到，这个研究发现，每天咖啡因摄取量介于150到225毫克之间，也是大概就是1杯咖啡到1.5杯咖啡的女性，子宫内膜异位的风险就增加20%。咖啡因摄取量高于225克的女性，也就是大于1.5杯的咖啡，这个风险呢只是增加60%。那后来呢，的确有一些朋友看了影片之后就开始执行要戒咖啡。那若你一下要完全戒掉咖啡却戒不掉，那怎么办呢？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可以逐渐减量，每一次就是减1半的量。例如说，原本一天喝2杯咖啡的人呢，可以2个礼拜之内改成每天1杯。那在2个礼拜的时候呢，再减半，也就是变成半杯。那半杯之后呢，在2周之后就降成1/4杯。然后呢，在2周呢就停喝，那渐进式的降剂量，直到你对这个咖啡脱离它的这个依赖性。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改喝就是这个没有咖啡因的花茶来做替代。那还有人会问说，那可不可以吃巧克力呢？巧克力因为里面它含有咖啡因，因此呢，你要注意这个吃巧克力的时候，它的包装上它是含有多少的咖啡因的量。那避免吃巧克力吃到就是一天总咖啡因超过150毫克。其实不止巧克力，茶呢、咖啡呢、提神饮料呢，还有含咖啡因的药物，这些东西里面都含有咖啡因。所以呢，你最好要去计算一天吃下来的这种咖啡因含量到底是有多少。当然，若是能不吃就最好别吃，直到你的子宫内膜异位确定没有再复发了。子宫内膜异位经痛可以吃鱼油吗？很多人会问我说，是不是可以吃鱼油？他们的姐妹都说很有效。鱼儿本身有这个抗凝血，还有这个抗血小板的功能，因此呢，有可能会太过活血，导致这个经血量这个流太大，失血过多，所以这点真的要注意。因为我常看到患者这个长期的经血量太大，严重到这个凝血功能都异常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蛮常见的。所以我一提醒他们之后呢，他们才惊觉，原来吃鱼油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太活血了。
因为本身是有这个抑制前列腺素所造成的发炎这个作用是没有错，但是呢，它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的这个病根。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真正的成因是多重因子 multifactorial 导致的系统性 multisystem 的失调。因此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姐妹们报你的名牌不一定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跟状况真的都是不一样。那别人的糖果呢，在你身上可能变成是毒药。再来呢，经痛其实只是一种症状，它并不是这个原因。那造成经痛的原因有很多种，除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之外，子宫肌瘤、骨盆腔发炎也会导致经痛。所以呢，建议还是把这个病根要找出来并根除它，而不是一直猛吞鱼油，才是长久之计哦。如何不再复发？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真正的原因是由多重因子所造成的这个系统性 multisystem 的失调，它不是只是一个系统失调所导致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荷尔蒙系统异常，导致这个雌激素和黄体素之间的比例失衡。那第二个呢，就是肝脏解毒系统失调，导致致癌性的这个荷尔蒙代谢物与毒素无法顺利的被排出体内。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功能的问题，因为正常来讲的话，这个健全免疫系统是可以去预防子宫内膜细胞逃脱到子宫外面的。当你的免疫功能有缺陷的话，子宫内膜细胞才有办法在骨盆腔里面到处乱窜，跑到这个卵巢啊、直肠啊、这个膀胱。所以如果只有处理单一系统，或者是只是用这个消炎止痛药来止痛，甚至是用这个荷尔蒙抑制的药物来去抑制荷尔蒙的产生，这些是无法改变整体系统性的问题，也不容易减药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它复发率很高的原因。这就像是你的家里摆了很多这个垃圾，那东西已经腐烂了，然后味道很难闻，但你都没有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倒，你只是在家里喷香水，假装这个什么都没有闻到。那在美国，自然医学处理子宫内膜异位的方式，则是建议整体系统性的调整。案例分享，我在第16集的时候有提到，有一位这个32岁的华人女性患者，她从国小的时候就有原发性的这个经痛，一直以来呢都是吃这个止痛药和避孕药来调经。她的月经周期有时候2个月，有时候10几天，经血常常滴滴答答，贫血非常严重。有时候会经痛，痛到要去急诊室打吗啡止痛，而且她的这个子宫跟卵巢都有粘连现象，她的卵巢肿瘤指标这个 CA125也长期是偏高的。那每次她经期来的时候呢，她都会有肠胃炎，而且都会有感冒状况，然后都一直吃抗生素。她是今年的年初找到我的，那我协助她做这个健康上系统性的调整，6个月后，她的 CA125 指数恢复正常，卵巢的这个囊肿呢，从9公分缩小到1公分。原本她是乱经的，那现在开始她的经期已经固定下来，大概每27到28天来一次。原本被内膜异位撑大变厚的子宫壁，这个厚度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那她整个子宫的 size 呢，也缩小，恢复成正常的大小。她现在每个月也不再有这个感冒啊，还有这个肠胃炎了。他跟我说，帮他照这个子宫超音波的这个白人医师很惊讶的问他：“你是做了什么事情啊？”结果这个患者回答他说 ：“Evidence-based naturopathic medicine， 有科学实证的自然医学。”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妇科系列啊，之前已经做了差不多有11集了。那关于呢，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不要做，也欢迎大家去复习一下之前的影片哦。最后，千万记得要系统性的调好体质，才能根本解决你的健康问题，让子宫内膜异位不再复发。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主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哟。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也希望你可以分享给其他人。别忘了分享、订阅跟按赞。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